巴基斯坦成功试射新型导弹，印度人却表示该国导弹试射失败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巴基斯坦对印度是否真的不宣而战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根据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表示，一枚沙欣3地对地弹道导弹在20日成功试射，其射程达到2750公里，可携带常规弹头以及核弹头，覆盖印度全境。尽管与印度引以为傲的烈火5弹道导弹5000公里的射程相比，沙欣3地对地弹道导弹有些落后，但对于巴基斯坦来说，能够保证本国导弹射程超过2500公里，覆盖印度境内就行。毕竟从地图上看，巴基斯坦到印度最远的距离也不超过2500公里。到目前为止，沙欣3地对地弹道导弹是巴基斯坦核武库中最具有威慑力的核导弹，以至于该国对此次试射非常重视，就连参联会主席纳迪姆上将等多个军政要员都亲临发射现场观摩。在当前印巴边境紧张、南亚地区不稳定的情况下，巴基斯坦试射能够覆盖印度境内的核导弹，不难看出是对印度的威慑，希望印度不要破坏双方及南亚本已脆弱不堪的和平局面。有趣的是，就在巴基斯坦试射沙欣3地对地弹道导弹不久后，印度方面传来一则消息，声称巴基斯坦不宣而战。印度媒体在次日报道，声称巴基斯坦的沙欣3地对地弹道导弹并未发射成功，而是落入了巴基斯坦南部的平民聚集区，造成了当地民众不少伤亡以及财产损失。据了解，巴基斯坦方面在试射导弹之前就已经从发射地点撤离，但由于民众未能及时撤离，导致导弹残骸在落入平民区后造成人员伤亡，多处房屋炸毁。目前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的验证，但是瞬间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。巴基斯坦试射是真的，但是残骸造成了人员伤亡一事还值得怀疑。或许就只剩下一种可能，印度在造谣污蔑。沙欣3是巴基斯坦核武库最强的导弹，自然也是印度非常忌惮的。正因如此，印度才会对该导弹进行污蔑，说白了就是心虚。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，该国怎么可能就这么任由巴基斯坦试射，没有一点动作呢？显然不是印度的作风，只不过此次举动等级有点低了，反而让巴基斯坦知道沙欣3成了威慑印度的一张王牌。拉达克地区的对峙仍在继续，局势日益紧张。就在近日，有消息指出，一位退役印度军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，引起外界热议。照片中显示了中印两军在边境西线楚舒勒地区的对峙场景，除了能够看到双方各自搭建的帐篷以外，部署的坦克车辆尤为显眼。国产88式坦克和印度的 T72坦克处于一线，更为先进的15式坦克与印度的 T90处于二线。中印双方在高原上进行坦克对决，都把各自最精锐的力量放在了靠后的地区，明显摆出防守反击的架势。至此，很多人疑惑，为什么要用我国15式对抗印度的主战坦克 T90呢？15式坦克虽说是中国研制的新型轻型坦克，但已经出口多个国家，且在叙利亚战场表现出色的 T90坦克相比，15式坦克的胜算有多大？印度主战坦克 T90是在 T72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，此前安装了一台 V84MS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后，其马力从840上升到1130匹马力。不过，因为印度陆军引进的 T90 40英尺的情况下都非常灵活，任何行驶的小型装甲车都不会对15式构成威胁。两者相比， T90 是最具杀伤力的坦克之一，但15坦克能够携带105毫米口径的火炮，轻巧便利的结构使15式在作战方面更有优势。15式火控系统性可比肩 99A 式主战坦克，除了没有激光压制系统以外，可以傲视所有对手。昼夜观测距离超过5000米，在2500米处可率先开炮。一旦 T90 前进一步，没等他们看见目标，就已经被击毁。因此，不需要担心15式不是 T90 的对手会被吊打，反倒担心的应该是印军。当然，在俄罗斯媒体眼中则认印度曾直言15式坦克令人羡慕，想来俄媒这次站在印度，反倒被印美给打脸了。不过，这也在我国意料之中。
毕竟本国的 T90，俄美要是不占印度，那才奇怪。再者，这些也都只是理论的数据分析，没有实战过的，我们不能断定 T90 真的就不是15式对手，所以也不能盲目乐观。一旦印度采购 S-400，美国的制裁也绝不是说说而已。可为什么明知道会引发不满，却还执意派出近100名军人赴俄罗斯学习操作 S-400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俄罗斯大使在近日一次招待会上表示，未来3个月抵达俄罗斯的近100名印度军人会接受相关培训，并且掌握 S-400这种最新武器的技能回国。此前，印度和俄罗斯双方签署了 S-400采购合同，总价值达到54.3亿美元。由此可以判断出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，印度和美国关于 S-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博弈很可能会再次成为热点。早在印度计划购买俄罗斯 S-400防空导弹系统时，美国就对印度进行了严厉的警告，声称一旦印度采购俄罗斯的 S-400，将会遭到美国方面的制裁和打压。就拿近期印度花费66亿美元购买83架光辉 Mk1A 轻型战斗机一事来说，本来这对印度国内是件值得欢呼的好事儿。可美国却在此时拿出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来告知印度，这83架轻型战斗机所配置的美制 F404涡扇发动机不能如期交付，这也就意味着印度国产战斗机将会面临新的考验。毕竟战斗机的核心部位就是发动机，可见美国的制裁不是说说而已，这点印度不可能不清楚。可明知道会遭到美国的制裁，抛开别的不说，俄罗斯的 S-400防空导弹系统最大射程可达到400千米，可用于从低超空到高空、低距离到超远程的全空域对抗密集多目标空袭。印度虽然迫切地希望能够搭上美国这艘大船，但实际上近些年来，美国对盟友甚至是伙伴频频挥舞贸易制裁大棒，让印度非常不安。与美国靠近确实能彰显大国地位，实现大国抱负，但如果用选边站的方式，对印度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。印度既不希望将自己的防务和安全就这样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，又不希望因为增进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得罪美国，因此继续在大国之间搞平衡外交仍是印度的首选。当然，如今印度派军人到俄罗斯学习操作 S-400，其实也是在冒险。未来印俄 S-400交易任何进展，必定会触及美国的敏感神经。印度也知道这一点，但从客观上而言，美国发出的威胁具有一定的可信度。不过，这不代表本国对印度的制裁真的能落到实处。印度铁了心不想放弃 S-400。而随着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可能会做出的调整，选择这个时候去俄罗斯学习操作，无异于是个好机会。美国当前一片混乱，根本没时间管印度。等到政策调整后，印度该学习的也学习了，届时再想办法讨好美国也未尝不可。值得一提，去年美国媒体透露出，印度有意向美国购买 F-18舰载机，从而抛弃原有引进的俄罗斯米格 29K 舰载机。